又一个啊，这边又一个，这么多。就在2026年农历春节前夕，一个国际知名的茶叶精品品牌，竟然也被供应商用越南茶混充高价茶叶。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从国际蔓延到本岛，持续冲击台湾茶信誉的风暴啊！这种混充茶叶的事件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今天我们不情绪化的讨厌越南茶，而是要来理性探讨，进口茶本身并没有错，但混充与洗产地的商业行为是如何伤害台湾茶农、诚实茶商，以及最重要的，每一位相信产地标示的消费者。最终付出代价的是消费者，然后以台湾茶的价格买到低成本的进口茶。更严重的是当你喝到混充茶，觉得台湾茶不过如此，整个台湾产业的信誉都被这几颗老鼠屎给搞坏了。两人一壶茶，聊遍茶天下。大家好，我是泰。大家好，我是小静。这一集我们跟大家讨论3点。一、核心问题剖析，混充背后的产业链冲击。第二是越南茶的优缺点。第三，解决之道，从产地到茶杯的信任重建。Let's go。我们分3个议题来讨论吧。议题1，价格、产量的破坏与茶农的困境。先提供给大家以下的数据：台湾每年茶叶的总消费量约为3.4万至4.3万公吨。随着手摇饮市场的扩大呢，国内对茶叶的需求居高不下。但大家知不知道，其中高达80%是进口茶叶，那主要来自越南。那国产的茶呢，仅占20%，也就是2成。那台湾人每年平均饮茶超过1.7至1.89公斤。其实喝的量蛮大的。是。而且我记得你之前有说过，永康街在全盛的时期有400、400-500家，不，有500家有500家茶店，但是包含手摇饮。再来是台湾茶的年产量，近几年呢约落在1.2到1.4万公吨之间，主要呢种植于南投啊、嘉义啊、新北、桃园等县市。那虽然本土茶的产量稳定，但是市场面临进口茶的巨大竞争。那每年进口量，大家知道吗？高达2万到3万公吨以上，远超过国产茶的产量。那整体的市场呢，以内销为主，就是进口茶的部分以内销为主。高海拔的茶区呢，他们就专注在生产精品茶。台湾消费者购买时注重产地与韵味，但因进口茶与国产茶的价差可差至3到10倍。因此，市面上容易出现混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越南茶的生产成本低廉，但是问题是在于部分的不孝商人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越南茶，或是采购商要求供应商以低价提供廉价的台湾茶品。因此，供应商以混充或直接标示为台湾茶，或甚至以比赛茶名义高价贩售。这也导致台湾茶原本合理的生产成本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压缩了台湾茶农生存的空间。议题2：洗产地与品牌迷思的漏洞。洗产地是什么呢？伪造产地证明、混合拼配、不实包装。我觉得值得深思的是什么？就像这一次某国际茶大品牌事件，连国际大茶品牌都可能因为供应链的管理疏失，或者是过度追求利润而中招。那这都揭露了全球茶产业溯源体系的脆弱，以及消费者对大品牌盲目信任的风险。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卖茶的人不是真的懂茶。没错。但这东西也不只是在茶上面，我相信在任何产业上，对，都会有这样子的，任何在贩售的这个过程、商品上都会有可能发生。是，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消费者自己要去了解你自己买的东西是什么。没错。议题3：消费者对 CP 值的迷思。好的商品一定贵，贵的商品不一定好。但反过来异常便宜的商品很难是好货。一味的追求 CP 值可能正是让混充茶有机可乘的市场温床这一段话会让我有点过不去。怎么说？这时候就要老王卖夸一下，因为老王又来。
我们家的茶就是很便宜啊，而且是便宜到会让真的懂就是这个茶的价值的人会觉得说有点害怕，有点困惑。我们是老王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是算少数的例外，我相信也会有其他的跟我们一样，就是想要分享好茶的。探讨3点之2。跟我们分享越南茶的优点吧。哎呦，越南茶的优点不外乎就成本低廉嘛，然后再来是它制茶技术也提升了，然后呢，它其实有高品质的茶叶。我们来说好，就是根据呢台湾农委会农粮署的统计，进口茶近90%都是作为包装饮料或者是手摇饮的原料茶。这是因为手摇茶饮店呢跟瓶装茶都使用越南茶的主要原因，因为能稳定的供应。大多数的越南茶园制茶技术是来自台湾，品质已经从以前大家认知的劣质不好的这样的状况呢，印象转成所谓的标准化生产。然后再来是刚刚聊到这个高品质茶叶，其实在越南北部，也是所谓的北越，以及边境的地方，他们也有高海拔的优质茶品，甚至还有果蔬茶。因为有一次去拜访一个朋友，他们的公司，那也是分享茶，就里面有个员工，他说他是家里在越南北部，他说他想要跟我分享这个他们那边的果蔬茶，说才知道说，真的是有这件事情。所以这么说啊，越南茶虽然说成本低廉、价格低，但不代表说品质都不好哦。对，没错，所以还是要去挑，把好的东西挑出来。那泰，我们来聊聊越南茶的缺点。越南茶的缺点不外乎2点啦，农药的残留跟食安的过滤。过去曾发生数次越南茶被抽验出来农药超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5年有一个叫做英国蓝的事件，所以导致食药署对于越南茶实施边境这样所谓的逐批查验。再来是越南部分的茶园使用的农药，他们农药的标准跟国际标准还有存在的一些差异。部分出口的茶曾经被检验出农药超标，例如出口到欧盟或者日本市场，所以引发消费者对安全的顾虑跟隐忧。再来就是落叶季，也就是所谓的橙季，橙就是柳橙的橙，橙季的这个迷思台湾农业部呢，在2015年的4月30号发表了一篇诚信的文章，他们指出呢，经由台湾地区的外交部转驻越代表处向越方查证，并且厘清什么呢？越南茶叶的产品多是种植在越战时期南方美军休假旅游区域，那这些区域呢都没有遭到所谓的化学药剂，也是所谓大家听到的戴奥辛的污染的区域。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思考一下，事隔了11年，那越南茶种植区会越来越大，需求越变越大。是，那是不是他们有碰到这个污染区域就不得而知，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常住在越南。但是呢，这个连结我们一样会放在这个说明栏位，让大家去看这篇这个台湾农业部发表的澄清文章，让大家自己去看跟思考。自救第1步，增加茶知识，了解台湾主要茶区与当季的特色。自救的第2步，购买包装茶时请务必要看清楚原产地的标示并与商家再确认产地。对价格离谱到低的夸张的台湾茶，请你保持警惕。没错，这很重要哦。自救第3步，选择信誉良好的茶店、茶商，避免买到标示不实的产品。进口茶或者是越南茶、印尼茶也并非不好，在销售时呢，能明确标示在包装上标示产地，并且告知为进口茶。那通过法规检验，进口茶其实也是可以安心饮用的。诚信是永续的基石。给业者的永续经营呼吁：没有生产茶品、专门收购他人茶品的大品牌，应该要放弃暴利思维，就是利润的利，以更合理的价格呢支持茶品与茶农业。那大品牌一定要增加控管，并且建立严格的供应链溯源。中小茶商呢，更应以诚信立业。正如一位茶界前辈所言，卖出去的每一份茶，晚上都要能够安心入睡。说得对。
再来是给行政相关单位的建议，就是要严格执法，重振标章的公信力。那相关单位必须强化进口还有市售茶的检验频率跟技术。那相对于混充伪标就是假的标章，要寄出更具体，而且呢更有嚇阻力的高罚则，甚至用停业来处分。同时要让现有的溯源标章系统更普及，而且更要让消费者去信任，而且成为一个好的市场区隔出来。然后要给消费者的呼吁大家请千万一定要有自己的明确的判断。因为我们的选择会去影响到这一个市场的良性循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这场风暴表面上是越南茶的问题，实则是整个产业诚信与价值的考验。台湾茶的未来不只靠茶农的努力、政府的把关，更掌握在每一位消费者的选择里。增加茶知识与敏锐的感官，便是击败来历不明茶品的最好方式。你愿意多花一点钱支持诚心制茶的台湾茶农吗？你是否怀疑过自己买的茶叶来源呢？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与经验。如果你也认同诚实是茶汤里最该有的滋味，请订阅、按赞、分享这支影片，让更多人关注茶的永续未来。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